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达海尔。在前一部影片，我们完成了幽影雅坛上半区的探索。今天这部影片，我们要完成幽影雅坛中段的探索，包括慕斯废墟、古铁陨石锻造遗迹、惩罚要塞以及坡尼村等等的探索。好，那我们首先从大道旁十字记号往东去解锁慕斯废墟的传送点。那跳下岩壁之后，你应该会在附近看到一些帐篷，具体位置在地图的这个地方。在这边的帐篷里可以捡到幽影树碎片。捡到幽影树碎片后方的帐篷则可以捡到火焰骑士的制作笔记。东西捡完之后，我们离开这个帐篷，往东侧走一点点，就可以解锁慕斯废墟的传送点了。在慕斯废墟传送点前面也可以捡到一个幽影树碎片，并且在这边我们会看到一个叫做若叶丹恩的人，跟他对话不会有反应。我们之前在大道旁十字记号这个传送点旁边有捡到一个动作，脐带切磋。走到丹恩前面，对着他比出脐带切磋的动作，我们就会被传送到一个其他地方去跟丹恩进行单挑。这个丹恩是用拳术的，所以会比较频繁的接近你。一些能够连续多段攻击的武器可能会对他起到不错的效果。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他蓄力一拳伤害非常高，而且不太容易打断。将他击倒之后，我们会被传送回原本在的地方，然后在他之前站的地方附近可以捡到入夜拳套跟他的帽子。全套战徽效果就是能够使用刚刚的蓄力一击。慕斯废墟跟丹恩打完之后，我们先往西侧走到路上，接着一路往南行，沿着慕斯废墟外围这条路一路往下走，应该会在前方看到一头萤火龙，还有跟这个萤火龙大战的许多士兵。不过我们可以先不管他们，绕过他们继续往前行，会穿过一个像山洞一样的地方，后面可以先解锁一个传送点，这样等一下就算回去挑战萤火龙死掉，回去也比较方便。这里是慕斯大道南方，解锁这个传送点之后，我打算先回去挑战这个萤火龙。那我一样是换上之前龙洞拿到的烈龙大刀来打，会比较容易一点。在挑战萤火龙的地上还可以捡到一个连射弩，然后稍微麻烦一点的就是除了萤火龙以外，还有一些小兵，他们也会攻击你，可以斟酌在战斗的时候把这些其他的小兵也干掉。最后击倒这头萤火龙可以获得龙心脏以及古龙岩失色锻造石。解决完萤火龙之后，我们往西侧去探索。你在门口可能会遇见几个狂人，之后我们会来到古铁陨石锻造遗迹。进去遗迹探索以前，可以先到遗迹的正后方，会有一个被一堆狂人守着的粪金龟，狂人模式已经解决了啦。详细的地图位置大概在这边。击倒这个粪金龟之后，可以获得贯穿头指的战徽，然后也要注意它是会爆炸的。拿完战徽，我们就进到古铁陨石锻造遗迹来探索吧。这个遗迹副本是没有 BOSS 的。跟之前的古熔岩馆锻造遗迹比较像，主要是要找到在这里面一个叫做锻造祭坛的地方。那我调成 1.5 倍速来跑一下这里面的图，这里面可以捡到非常多的锻造石。不过我想大家可能没有到非常缺锻造石，所以有一些锻造石虽然我看到也不一定会去捡，但遗迹里面的其他所有装备我们都会捡到。那首先在入口的左侧这边会有一个机关可以拉动下面的铁门。同时在对面的尸体上还可以捡到一个流纹矛。捡完武器之后，我们下来走过刚刚我们打开机关的地方，这边同样会有很多的火焰史莱姆，跟之前我们在熔岩馆锻造遗迹有看到的一些巨人。那有些没有那么好对付，所以我自己是不打算跟他们缠斗，打算直接绕过去。然后有缺锻造石的话，地上那些白色、黄色的都是锻造石。打开第一个机关之后走到底，里面可以捡到的也是锻造石，所以如果不缺这个锻造石的话，然后又怕被打到的话，可以不用进到最里面，在中间这边就会有一个楼梯可以往上爬。那这个遗迹里面还会有第二个机关，解谜那个机关成功之后才可以找到藏在遗迹里面的锻造祭坛。那大家如果跟我一样不想打这些敌人的话，可以直接绕过，因为打掉他们蛮花时间的，而且又没有什么好的奖励。好，我们从楼梯上来，来到第一个房间后面。出来这边可以左转，这里可以捡到一个锻造术护符，不过这个房间会有很多火史莱姆，大家要跑快一点点。从捡到护符的房间出来会有这一个平台，从这个平台往下跳，注意不要跳到最下面了。在这下面的中间这段平台就会有我们要解谜的第二个机关，拉开机关之后会打开下面的一扇铁门，不过铁门后面并没有锻造祭坛，它的锻造祭坛要在铁门后面的拉杆拉上去之后才可以找到。但我们先到铁门后面去捡一下道具，在后面的一个水潭里面可以捡到流纹圆刃刀的武器。走回去，我们把刚刚看到的机关给启动。这个机关拉完之后，要赶快行动到外面的铁门，因为这个铁门是可以升降的。拉完机关，立刻来到铁门上，之后往右侧或者说西南侧走，就可以看到在这个遗迹里面的锻造祭坛了。
跟这个锻造祭坛互动，可以拿到钴铁陨石大剑以及古龙岩锻造石。这个钴铁陨石大剑它的战绩还蛮酷的，就是可以向前突刺。完成钴铁陨石锻造遗迹的探索之后，我们来到刚刚解锁的慕斯大道南方的传送点。再次回到慕斯大道南方这个传送点，不过我们还是先不进去前面的这个惩罚要塞，我们走回刚刚我们打萤火龙的位置。我们刚刚是左转往西侧探索，找到钴铁陨石锻造遗迹。现在我们右转往东侧探索，在前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灵马气流，不过它是被封印的状态。要解除这个封印，可以绕到这旁边岩壁的后面，这里会有一个石堆，击碎这些石堆之后，灵马气流的封印就会被解除。然后我们走回刚刚看到灵马气流的地方，跳上去，前面会有很多的鸟妖。跟着鸟妖在的主要道路前进的话，走到底可以解锁一个传送点——远望幽影树的十字记号。同时在旁边可以找到一个十字记号，还有地上的幽影树碎片。那上面其他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探索的，我们直接传送回慕斯大道南方传送点。传送点正前方会有一个惩罚要塞，它东西两侧也都会有一些道具可以捡。我们先往西侧这边走，西侧绕着岩壁走到最后，可以捡到一个卢恩欢湖。再来东侧就是要塞的后方，这里会经过一些铁柱女，然后在2个尸体上分别可以捡到6级锻造石以及玛丽卡的4符。在捡到玛丽卡4符位置的正后方会有一个灵马气流，可以直接跳下去。下来之后，我们直接用这个灵马气流往上跳，可以来到惩罚要塞的后方，解锁这边的传送点。那我们可以就从这个要塞后方开始进行探索，当然你从正门进来也可以啦。后方要塞出来可以找到一个恶兆猎人，击倒恶兆猎人的旁边会有一个梯子可以上去，上面的宝箱可以捡到一个8级锻造石，然后回到跟恶兆猎人战斗的地方，助跑一下跳到对面，不小心掉下去再走上来也没差。这边可以先解锁惩罚要塞的传送点。那这边探索跟你从外面进来其实是互相连通的，外面进来就是到下面那个广场那边。那我们先来到传送点后面，这边要小心有个人躲在角落，击倒他，在他对面的木板上有一个4符骨片，这个木板跳出去其实就是慕斯大道南方的那个传送点进来了。那我们跳出去好了，因为有一些道具也在入城的地方啊，所以我们从入城的地方开始搜刮。进到惩罚要塞之后，会先遇到一个恶兆猎人，在他身后尸体上可以捡到4符骨片，然后可以先从右侧这边的地下室进去。门口我们可以捡到抗火烟脂干，接着在第一个遇见的阀门拐进去，在这边我们可以往下跳，不过下来要小心会有敌人偷袭你。但这下面只有锻造石，所以假如不缺锻造石的玩家不一定要跳到这个房间的下面。从楼梯爬上来对面的门进去，这边会有一些小兵，击倒这些小兵之后，可以在前面的铁牢下面捡到庆典油脂，然后这边的铁牢是可以跳上去的，跳上去后面会有一个宝箱，宝箱里面会装着火龙灰护符+3。从捡到宝箱的位置跳下来，直直往前走出去，这里会回到我们刚刚进来的地方。因为惩罚要塞传送点我们已经解锁嘛，现在我们换一个方式进到城里，在门口广场侧面会有一个像排水孔一样的地方，这里是可以跳下去的。下面一排尸体上可以捡到玛丽卡的卢恩，还有遇到一个恶兆猎人，击倒这个恶兆猎人可以获得一个特殊道具黑暗复原魔，使用后能让大卢恩生效，但会失去所有的卢恩。好，在击倒恶兆猎人的地方走到底，这边也会有一个地方可以出去，外面的墓碑上可以捡到梅瑟莫士兵的骨灰。接着从侧面的楼梯爬上这个惩罚要塞，爬上来之后，我们沿着墙壁的右侧走，左边是没有东西的，从这边跳下去，前面就是 BOSS 在的房间。那惩罚要塞其他地方东西其实已经探索的差不多了，所以最后我们就来挑战这个黑骑士。他虽然有特殊的飞行技能，但本质上还是一个小怪了。大家可以活用惩罚要塞的各个空间来去跟他战斗。击倒他之后，也可以获得他刚刚使用的那个飞行祷告，荣辱百象之玉。我们从击倒他的房间上去，这边会有一个楼梯可以往上爬。出来之后，外面的要塞还可以再爬上一个楼梯，这上面会有宝箱，里面可以捡到战场神父的制作笔记。好，那惩罚要塞的探索我们就全部完成了。惩罚要塞探索完成之后，最后我们回到慕斯废墟，把慕斯废墟的探索完成，然后去开波尼村的传送点。离开传送点，我们往东侧偏南一点点的方向走，在这边会看到很多的遗迹，其中一个房子上面可以捡到幽影之地卢恩。从捡到卢恩的地方，我们往南走一点点，这边会看到一个像无底洞一样可以跳下去的地方，在下面的一个尸体上面可以捡到烈石护符。那从这边下去不是往波尼村的路，
我们回头经过后面的一个小门，爬回废墟的上面。从剪刀护符的地方出来，我们继续往东侧走。在正对面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举着罐子的灵魂。击倒这个灵魂，它的掉落物我们可以捡到幽影树碎片。接着，我们从旁边的岩壁爬过去，往东北方向前进。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倾斜的塔，可以先把塔旁边的这个敌人给解决掉。在塔的对面会有这个雕像，上面我们可以捡到灵灰，大概在地图这个位置。从我们捡到灵灰的地方，几乎是正对面，那边会有一些房子，房子中间会有一个缝隙，这个缝隙就是我们往下跳前往波尼村的地方。那这边会有不少的尸体，但尸体上都是一些没有什么用的道具。那我入制的时候也不小心花太多时间在捡这些垃圾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切掉这些片段。这里最重要的一个要捡到的东西就只有一个黄金湾湖的祷告。捡完这个祷告，下面其他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垃圾。我们从最后面的楼梯爬上去。出来就到波尼村的这个传送点了，那我们也顺便快速把波尼村探索一下好了。波尼村没有什么道具，但里面会有很多这个光着衣服的大维护师。我们在门口击倒的第一个大维护师，他旁边的房子可以捡到弯刀，然后后面的一个屋檐就可以捡到他的武器，位置大概在这个地方。其他就没有任何装备了。在村庄入口这边还可以捡到一个大军猎壶。再来，村子跟村子之间中间会有一个断桥，这个断桥跳下去，桥下面往北侧走到底可以捡到一个灵灰。桥的对面同样是波尼村，然后有这些大维护师的敌人，在两个大维护师的一个房子后面可以捡到大军猎壶。好，那这部影片就完成了幽影雅坛中段的探索。下一部影片我们可能会把幽影雅坛东半区探索完成，或者完成波尼煎熬的探索。总之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看完喜欢也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。我是大海，大家拜拜。